此时，这艘不足万吨的货轮正在海面上全速航行，轮船航行时的噪音与起伏让他们根本察觉不到。在他们的左侧，在海面之上，有一道黑影正在快速向着他们奔袭而来，而这道黑影便是叶晨。因为灵气的缘故，此刻在他的脚下如同踩了2个看不见的气垫，脚底始终距离水面大约10公分的距离。叶晨的每一步踏浪都会在脚下迸溅出一片水花，若是在白天，不仅会十分醒目，而且一旦被人看到，恐怕会惊掉下巴。不过此时的海面上一片漆黑，再加上他一袭黑衣，完全如幽灵一般，即便嗅觉敏锐的敌人也没有发觉任何异常。随着与那艘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叶晨甚至能够看到甲板与桥楼围栏边上站立的几名荷枪实弹的哨兵。与绝大多数的货轮一样，这艘货轮虽然吨位不算很大，但结构也是货舱在船的前部与中部，而整个桥楼都在船尾。桥楼便是货轮的上层建筑，操控船只运行的驾驶室、船员的生活区域都集中在这里。此时船上的哨兵一共有6人，其中2人在船首，2人在中部的2侧船舷，还有2人则在桥楼最高层外围的平台之上。由于附近海域肉眼可见范围并没有其他船只的影子，所以这些哨兵多少都有些松懈，不过就是例行公事地站着。船尾2人甚至还凑在一起抽起了烟。叶晨斟酌一番，便选择在船尾登船。虽说对方的大部分人员都集中在这里，但由于整艘船的发动引擎以及推进螺旋桨也都在尾部，所以这里的环境最为嘈杂。这样一来，就算对方有武道高手，也不怕对方有所察觉。船尾抽烟的2名哨兵并没有察觉到那道黑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靠近了船身，并且在海面上一跃而起，直接攀在了桥楼的左侧。叶晨以灵气查探一番之后，发现整个4层的桥楼内一共有15人，顶层除了2名哨兵之外，另有3人在驾驶舱，剩下的10人中有8人在3层，2人在2层。另外，在桥楼下方的轮机室内还有4人。叶晨推测，驾驶舱的3人，轮机室的4人，应该都是负责船只运行的工作人员。船长有可能是驾驶舱内3人中的一个，但是这艘船上的最高指挥官肯定不在此列。至于真正的指挥官，应该就在2层和3层的这10个人中。于是叶晨将灵气集中到2、3层，对这10人进行更细致的查探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他立刻发现2层的8个人分布在4个不大的房间内，2人一间的感觉像是船员宿舍，而3层那2人所在的房间就大得多了，一个房间的面积便顶得上3个船员宿舍。更让叶晨没想到的是，3层那2人此时正彼此紧贴，做着挥汗如雨的激烈动作。叶晨暗忖乘船出任务，还能在船上行苟且之事，想来这艘船的最高指挥官一定就是其中之一。于是他便直接从3层的栏杆翻入，前进了桥楼内的3层休息区。桥楼内部的面积很大，3层除了那个有2人正酣畅淋漓的大房间之外，还有一个偌大的会议室、一间餐厅和一个卫生间。叶晨掠过这几个空房间，来到最里面的那间房的门口时，里面的2人刚好结束了战斗。此时便听里面窸窸窣窣一阵穿衣服的动静，紧接着便听一个男人笑着开口道：“等我一下，我去驾驶舱看一眼。”另一人没说话，只是听到2人腻歪的亲吻声，随后便有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的来到门口。叶晨将穿魂刃握在右手，手心严阵以待。大门向内打开那一刻，他便见一个中年男子从房门处闪出身来。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叶晨以极快的速度猛冲进去，左手死死掐住了对方的脖子，随后用脚将门关上。对方实力已是明镜大圆满，眼见叶晨瞬间杀到，双手下意识便要进攻。可是没等他做出反应，
叶晨便直接用一丝灵气将面前男人的意识封了起来，让他如当初万龙殿的战王陈忠了一样，完全无法对身体进行任何操控。那人还没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意识便被彻底禁锢，身体站在原地，连眼皮都无法动弹，哪怕分毫。搞定此人之后，叶晨便打算如法炮制，再把里面的女人也控制住，然后再来审他。而这时候，由于房间的门内有一条将近2米长的走廊，所以房内的女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当叶晨迈步走进房间内部时，却赫然发现，此时坐在床边正在整理衣服的，竟然是一个50、60岁的老头子。那老头子眼见一个黑衣人闯进房间，整个人顿时一惊，伸手便要去抓床头的手枪。让叶晨没想到的是，这老头动作极快，右手瞬间便将手枪握住，简直是动如脱兔，根本不像一个老人。可是他的速度虽然很快，但远没有叶晨快。叶晨眼见他将枪握在手中，右手猛然一抖，一道穿魂刃便瞬间急射出去，咔的一声便将那老头的手枪从侧面斩断。老头子被斩断的手枪吓了一跳，瞳孔猛地一缩，正想直接对叶晨动手，却没想叶晨忽然之间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一把将他的脖子掐住。这老头子也并非省油的灯，双手猛然抓住叶晨的手腕，便用尽全身力气准备拼死反抗。叶晨倒也没躲，只是将灵气汇聚在手腕处，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，冷笑道：“我还以为外面那个明镜大圆满的家伙是这里实力最强的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暗境3重天的高手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本事。”在武者的等级之中，除了明镜是按照经脉打通的数量来区分等级之外，暗境、化境以及宗师境都分为1到9重天。刚刚迈步进入暗境的万破军，目前还在最基础的暗境1重天的等级，但是这个老家伙竟然已经到了暗境3重天。以他的实力，今日万破军要是在他面前，绝对撑不过3招。而这老头子也没想到，叶晨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，自己在他面前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，于是便挣扎着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叶晨没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冷笑一声，讥讽道：“我是谁你不用管，倒是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口味挺他妈特殊啊。”老头子表情顿时骇然无比，紧张地问道：“你这么年轻，怎么能看出我是暗境？你也是暗境高手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暗境在我眼里可算不上什么高手。”说着，叶晨用灵气在他的丹田处查探一番，皱眉道：“你都混到暗境了，体内竟然还有剧毒？”老头子目瞪口呆地问他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叶晨眉头皱得更紧，冷声道：“我不但看得出来你体内有剧毒，我还看得出你体内的剧毒与那些死士、萧齐卫并不一样，似乎你体内的剧毒毒性更猛烈一些。”说罢，叶晨盯着他，厉声道：“给你一个老实交代的机会，如果你把握不住，那我就用我的办法了。”老头子略微镇定了几分，看着叶晨问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阁下应该就是在北欧伯根杀了我们所有萧齐卫的人吧？”叶晨饶有兴致地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们已经猜到有人把萧齐卫全干掉了？”老头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上面觉得是北欧那边早有预谋，提前设下陷阱，但看到阁下的实力，再听阁下提起死士与萧齐卫，我便猜出应该与阁下有关。”说着，老头子又道：“前段时间在纽约，我们有几10名死士人间蒸发，想来也跟阁下有关吧？”叶晨看着老头，挑眉说道：“看来你很聪明嘛。”老头子讪笑一声：“聪明谈不上，只是这2件事我心里一直存疑，今日见到阁下，心里就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阁下实力高深莫测，与这2件事正好完全吻合。”说到这，老头子问叶晨：“阁下忽然出现在这里，目标应该不是我这把老骨头，而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吧？”
叶晨也坦然地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没错，既然你是个聪明人，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问什么，你答什么，不要有任何隐瞒，否则的话，我有10000种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”老头子咬着口中的假牙，目光坚定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实力远在我之上，想杀我易如反掌。不过你如果想让我说真话，就必须承诺你会饶我一命，否则的话，我现在就咬碎毒牙自尽。”叶晨笑了笑，玩味地说道：“咬碎毒牙，你们在纽约的死士里也有人这么干过。不过就算他咬碎了毒牙，我也依旧能保他不死。”老头子呵呵一笑，开口道：“阁下刚才也说了，我体内的剧毒与他们不一样。阁下没说错，确实不一样，而且不只是体内的剧毒不一样，就连毒牙里的毒液也不一样。我口中的毒液一旦咬碎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救不回来。”叶晨笑着问他：“真有这么厉害吗？”老头子目光如炬地说道：“如果阁下不信，那尽管可以试试看。但是如果我死了，你就什么信息都得不到了。”叶晨叹了口气，摇头说道：“你这老东西，不仅变态，还过分自信。你以为我没有别的办法让你开口吗？”老头子以为已经拿捏住了叶晨，便以副鱼死网破的架势开口道：“在阁下动手之前，我要提醒阁下一句，这艘船上只有我是唯一一位特使。如果阁下想深入了解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情况，只有我能为阁下解答。”说到这，他哼笑一声，倨傲地说道：“如果我死了，组织在土耳其的分支会立刻切断与塞浦路斯铜矿的一切联系，并且启动铜矿的自毁。那样的话，整个塞浦路斯铜矿所有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到那时，阁下辛辛苦苦追查的线索就彻底断了。”叶晨挑了挑眉，笑着说道：“你还真挺会装逼啊。”老头子冷笑道：“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你若不信，那就杀了我试试看。”“好啊，那就试试看。”叶晨说完，冷笑一声，一道灵气自手中打入老头子的大脑，随后他以命令的口吻说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使命就是对我没有任何保留的言听计从，听明白了吗？”老头子神情一瞬间呆滞起来，眼神也有些空洞，但语气却变得异常坚决，看着叶晨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听明白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